在1868年的英国，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一辆贵族马车在泥泞的道路上失去了平衡，滚下了悬崖。舅爸躺在地上生死未卜，舅妈已经没了气息，她身体紧紧保护着一个孩子。在苍凉的大雨中，小孩发出了响亮的哭啼声。刚巧老布带着妻子正好经过此处，气得看到地上躺着的人，十分担心。可老布却丝毫不在意舅爸的死活，他只想赶紧从舅爸的身上多搜刮点值钱的东西。却不料这时候舅爸居然醒了，可舅爸迷迷糊糊的就把老布当成了他的救命恩人。12年后，幸存者啾啾已经长大了，成了一个乐观开朗的少年，而老布一身是病，妻子被他折磨致死，就连儿子迪奥对他也十分冷淡。为了儿子的前途，病入膏肓的老布给了迪奥一封信，让他去乔斯达家讨生活。从小的贫困让迪奥十分痛恨富人，临走前他发誓会成为天下第一的男人，将所有有钱人都踩在脚下。另一边，大少爷啾啾正英雄救美，为漂亮的小爱赶走了一群流氓，自己也被揍了一身伤。他表示，我救你不是因为我对你有啥好感，单纯是因为我要作为一个锄强扶弱的大英雄，刚好顺手救了你而已。说罢，啾啾转身离开，丝毫看不到背后女孩子那满是感情的双眸。啾啾回到家中，刚好看见一辆马车猛地停在自家院中，从车上下来一个狂拽炫酷的黄发帅哥，这就是迪奥。迪奥在乔斯达家住了下来，他人前温和，可是一旦私下里面对啾啾的时候，立刻将暴虐的爪牙尽数显露。他几拳将啾啾揍趴下，威胁啾啾说，从此以后自己才是这里的老大，谁也别想在他面前逞英雄。自从迪奥住到了乔斯达家，啾啾的噩梦就开始了。迪奥学习出色，举止优雅，啾爸真是越看越喜欢。再看看自家儿子，真是恨不得把啾啾打折卖给收废品的。可怜的啾啾被迪奥欺负，被老爸责罚，好不容易有一次大拳发泄的机会，却不料对手还是迪奥，啾啾被打得满脸是血，而迪奥则受到了在场年轻人的追捧。迪奥收回了丑恶的嘴脸，摆出一副温和的态度与大家攀谈，言谈中故意将啾啾孤立，他的目的就是让啾啾成为一个软弱无能的窝囊废，让所有人都离他而去。他要一步一步地夺走属于啾啾的一切。在迪奥的努力下，啾啾终于被所有人孤立了，他一个人失魂落魄地躺在河边。这时候小爱突然出现了，他没有受流言蜚语的影响，还送了啾啾一篮果子。啾啾寂寞的心终于得到慰藉，他十分开心地跟小爱成了好朋友，两人的关系打得火热，每天出双入对，到处游玩。可这一切被迪奥看在眼里，气在心里，他怎么允许啾啾有心上人呢？在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，迪奥在一群狐朋狗友的面前强吻了小爱，迪奥心满意足地转身正要离去，却不料小爱竟然用泥水拼命洗嘴巴。我迪奥大爷竟然还不如那泥巴水吗？你这个丑女人在骂谁呢？迪奥一时暴怒，一拳将小爱打飞，狠狠摔进了泥潭里。几天后，当啾啾再次遇到小爱的时候，他并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事情，还天真的冲着小爱挥手。可小爱看到啾啾以后，却哭着转身就跑。他不干净了，自然是没有脸面再面对单纯的啾啾。得知事情真相的啾啾勃然大怒，他浑身冒着愤怒的火光，顶着头上的3分绿色，一拳打开了家里的大门。他要找迪奥算账，可是实力不允许啊！啾啾被迪奥一拳干翻，浑身瘫软的靠在墙上，口鼻流血。啾啾慌了，难道自己一辈子都要在迪奥的阴影下战战兢兢的活着吗？想到这里，啾啾又鼓起勇气，挥拳猛地向迪奥打过去。迪奥也不躲也不闪，就在那儿坦然地等着啾啾。他要用拳头在家里分出尊卑，要让啾啾用身体去铭记，他一辈子都不是迪奥的对手。无论打架还是人生，啾啾都注定是他的手下败将。然而迪奥还是低估了啾啾小少爷。啾啾虽被打得口吐鲜血，却不料他马上转身抓住迪奥的头发不撒手，还没等迪奥反应过来，啾啾一头撞在了迪奥的脸上，一时间鲜血四溅。迪奥什么时候见过这种不要命的打法，居然愣住了。趁此机会，啾啾左右开弓，拳拳到肉，打得迪奥站不稳。啾啾一记猛拳砸过去，迪奥一口鲜血喷涌而出，整个人向后倒去。他的这口鲜血正好喷在了墙上挂着的一个恐怖面具上，面具竟然自己从墙上跳了下来，背后伸出了锋利的爪子。啾啾发现背后有声音，赶紧回头，却不料迪奥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。他换上了一副哭哭啼啼、委委屈屈的嘴脸，看着迪奥这表情，啾啾都吓了一跳，这家伙是不是玩不起？而这时，迪奥一步步朝着啾啾走过来，他趁啾啾不注意，从背后拔出匕首，猛地捅向啾啾。这时，啾爸出现了，看到家长，啾啾收起满脸怒火，迪奥藏起手中匕首，就连面具都缩回了锋利的爪子。
鸠爸来得晚，只看到了啾啾单方面攻击迪奥的画面，他不分青红皂白的将啾啾臭骂一顿，不过顺手将迪奥也骂了，迪奥更加怀恨在心。第二天，啾啾的爱犬就被丢进焚烧炉烧成了灰。一转眼7年过去了，啾啾从柔弱少爷长成了一个身高1.95米的猛男壮汉，而他与迪奥的关系似乎也发生了改变，两人相处十分融洽。现在的迪奥已经以法律学第1名的成绩毕业，而啾啾也在考古领域发表了举足轻重的论文，两人已经成了学校的灵魂人物。人前两人兄弟情深，可人后啾啾对于迪奥的阴影却始终难以抹除。而在迪奥看来，乔斯打架只不过是能供他成长的养分罢了。既然现在他马上就要毕业，已经不需要乔斯打架的援助了，所以他已经决定有所行动了。此时的啾爸已经病了很久，啾啾看着爸爸虚弱的脸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明明是一个感冒，爸爸的身体也一向很好，为什么会恶化至此呢？深夜，啾啾一个人在房间研究那个可怕的面具。在7年前，啾啾发现了这面具的秘密，每当面具上沾血，面具下面就会伸出尖锐的利爪。啾啾觉得这面具一定不简单，于是他废寝忘食地翻阅各种典籍，希望能找到面具的秘密。啾爸的病越来越重，一直是迪奥在左右服侍。这一天，迪奥如往常一样从管家手中接过啾爸的药，一边上楼一边将药偷偷调包了，却不料啾啾早在楼梯口等着他了。啾啾之所以怀疑迪奥，是因为他在旧书中发现了一封家书，是7年前老布寄给啾爸的信。信上说老布身体越来越差，那病入膏肓的症状就跟现在的啾爸如出一辙。啾啾怀疑就是迪奥故意给啾爸下药，而老布估计也是被迪奥毒死的。啾啾要检查迪奥托盘上的药，可迪奥却以友情威胁啾啾，让他放弃调查。啾啾还是太天真善良，竟然放弃了检查药物。他只是要迪奥以身世之名，以老布的名义起誓，说自己是清白的。可迪奥听见老布的名字，立刻暴怒，他一拳砸在啾啾的脸上，一边怒吼着：“你居然让我用老布的名字起誓，那老东西有什么尊严？”啾啾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弱鸡少年了，他伸手用力将迪奥的拳头扭开，整个人气场十足。他要保护父亲，要保护乔斯打架。啾啾一用力将迪奥从2楼扔了下去，兄弟俩虚伪的友情终于露出了真面目。迪奥的脸上已经满是杀意，他不能输给啾啾，他杀了父亲，靠自己的努力拼到现在，已经回不去了。第二天，啾啾就要出门了，他要找到能医治父亲的解药。临走之前，他特意叮嘱啾爸不要相信外面医生给的任何药物。看着啾啾离开的身影，迪奥决定不能坐以待毙了，他要主动出击，在啾啾没有查出事情真相之前干掉他。迪奥找出了那个可怕的面具，如果能用这个面具刺穿啾啾的头骨，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他了。啾啾找人调查迪奥的药物，可惜一无所获，只猜到这个药物可能是东洋传过来的。他又去了迪奥年轻的时候生活过的地方，那附近有一个聚集了三教九流的地方，叫做食尸鬼街。啾啾希望在那儿能找到一些毒药的线索。食尸鬼街十分阴森恐怖，啾啾遇到了3个劫匪。劫匪看到啾啾衣着鲜亮，这明显是一头肥羊。3人拿着匕首就冲向了这个1.95米的彪形大汉，结果啾啾伸手抓住了匕首的刀刃，这一招就把劫匪都惊到了。空手接白刃，这小子是不怕疼还是练过铁砂掌？啾啾气势先声夺人，然后3下5除2将3个劫匪摆平了2个。最后一个劫匪显然有备而来，他将铁帽子扔了出来，啾啾竟然故技重施，用胳膊挡住了铁帽子的攻势。锋利的钢刀卡在啾啾的胳膊上，他的胳膊血肉模糊。劫匪还以为自己占到了便宜了，却不料啾啾的战术就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他趁劫匪得意之际，一脚踢了过去。劫匪不敌，直接被他一脚踹飞。眼看啾啾被铁帽子劫匪的一众手下围攻，铁帽子劫匪突然出声制止，他叫史比特。史比特问啾啾刚才为什么没有使出全力攻击。啾啾说自己不想做出让史比特父母悲伤的事情，这格局简直了。史比特被啾啾深深的感动了。在史比特的帮助下，啾啾找到了贩卖东洋毒药的人。另一方面，迪奥知道了啾啾去食尸鬼街的事情，他不担心啾啾找到解药，只担心啾啾不能被那些臭流氓干掉。这一天，心烦的迪奥一边喝酒一边在街上走着，却遇到了2个不长眼的混混高瘦和矮胖。迪奥本就心情不好，与高瘦和矮胖发生口角之后，更是起了杀意。他刺死了矮胖，将从家里偷出来的可怕面具戴到了高瘦的脸上，矮胖的血喷溅在面具上，面具突然发出了一阵强光，在强光中，面具伸出了利爪，刺进高瘦的头颅中，高瘦当场毙命。可就在迪奥扭头要走的时候，已经死透的高瘦突然站了起来，高瘦的脸已经变成了魔鬼一般可怕。这一下，迪奥也害怕了，他抽出刀与尸变的高瘦打了起来。
高手将他一拳打飞，然后缓缓走向迪奥落地之处。迪奥强忍着锁骨断裂的疼痛爬了起来，可这时高手已经到了他面前。高手伸出手抓住迪奥的脖子，那手竟然穿过了迪奥的皮肤，他正在用手吸食迪奥的鲜血。吸了血的高手脸色变得越来越像正常人了，可迪奥的脸色却好像僵尸一样可怕。这时候太阳出来了，高手被阳光烧的只剩下一件衣服了。劫后余生的迪奥看着地上的衣服，心中有了想法。深夜，迪奥回到家里，发现房子一片漆黑，他喊管家点灯，等待着他的却是啾啾。啾啾说解毒剂已经给父亲喝下去了，但他始终不理解为啥迪奥会忍心对父亲下手。这么多年来，啾爸对迪奥比对亲儿子还好，啾啾也当迪奥是兄弟，难道他一点感情也没有吗？迪奥没回答，只是十分真诚地恳请啾啾允许他自己去警察局自首。善良的啾啾居然相信了他的话，看到啾啾已经心软，迪奥痛哭流涕，说自己想忏悔，自己要赎罪。啾啾几乎已经放下了对迪奥的戒心，可这时候施比特居然出现了，他跟着啾啾一起回家。这家伙阅人无数，他一眼就看出迪奥在说谎。他将卖药给迪奥的东洋人一把揪出来，迪奥一见吓了一跳。而这时候啾爸也从黑暗处走了出来，这一切他都听到了。迪奥一看已经无计可施了，就恳求让啾啾为他戴上手铐。啾啾不疑有他，走了过去。可迪奥突然抱起，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尖刀和那个杀人面具。啾啾还来不及反应，迪奥已经拿着尖刀刺向了啾啾，鲜血飞溅，啾爸挡在了儿子面前，替他承受了致命一击。迪奥狞笑着，用染血的手指将面具戴到自己脸上，面具后面伸出尖锐的利爪，狠狠刺进他的头部。一阵亮光过后，无数警察朝着迪奥开枪射击，迪奥从窗户跌了出去。啾爸奄奄一息了，他将一个戒指交给儿子，那是啾妈的遗物。警长十分自责地说，其实啾爸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当年老布因为企图卖来历不明的戒指被抓捕归案了，而老布卖的戒指正是啾爸的订婚戒指。那一年他掉下悬崖之后就找不到了。啾爸反应过来，老布根本不是他的什么救命恩人，只是一个趁乱盗取不义之财的小偷。可啾爸却心软地放走了老布，他还义无反顾地收养迪奥当义子，对他关怀的无微不至。啾爸临终之前还叮嘱啾啾将迪奥与老布葬在一起，让他们一家团圆。就在所有人都为这对父子的伟大精神感动不已的时候，施比特发现躺在院中的迪奥的尸体竟然不见了。众人还没来得及回过神，一个可怕的怪物就出现了。他一出场就啃掉了一个警察的头，借着窗外微弱的闪电光芒，大家看清了那怪物的脸。那人不正是刚才死掉的迪奥吗？啾啾从警察的手中抢过枪，举枪对着迪奥，却眼看迪奥缓缓靠近，也不舍得扣动扳机。可旁边的施比特不惯着迪奥，他站在迪奥旁边，一枪爆头，子弹从迪奥的额头射进去，从后脑飞出来。可迪奥却连表情都没有变一下。此时的迪奥已经不是人了，他飞身抓住了一个警察的头，开始吸食精气，警察瞬间变干尸，在场的人吓坏了。而此时啾啾的头脑中一片混乱，刀子、爸爸的死、血、变异的迪奥、鬼面具、研究笔记，这些奇怪的东西在他脑子里不断闪烁。啾啾看了一眼爸爸的遗体，他从旁边盔甲手里拿起一把钢枪，啾啾决定跟迪奥一决死战。突然，刚才被迪奥吸干血死掉的僵尸动了起来，他爬向不远处的施比特，要吸干施比特的血。好在啾啾及时出现，干掉了僵尸。这时候，迪奥从内而降攻向啾啾，啾啾举枪就刺。迪奥用自己的手挡住了啾啾的钢枪，他将粗大的钢枪折断，把枪头刺进了啾啾的身体里。啾啾惊恐地发现，迪奥头上的弹孔竟然已经痊愈了，这家伙真的不是人类了。迪奥四周环视，却发现啾啾已经逃得不见踪影。他发现窗帘正在微微颤抖，以为啾啾躲在窗帘后面。迪奥走过去拉开窗帘，却发现一股火舌猛地向他扑来。啾啾和施比特躲在窗帘后面，用喷火枪攻击迪奥。迪奥身上虽然着火，但那被火焰灼伤的地方正在不断愈合。整栋房子已经着火了，啾啾让施比特先逃，自己则冲入火海。他与迪奥的战斗还没有结束，啾啾站在天台上等着迪奥。迪奥破土而出，从啾啾的背后发起攻击。啾啾从身体里拔出钢枪，挡住了迪奥的脚，自己却还是被强大的力量掀飞了。其实啾啾是故意将房子点燃的，就是想借用火势，当火烧到迪奥来不及恢复的时候，啾啾就能趁机干掉迪奥。但这绝对是玉石俱焚的方法。等火焰蔓延了整个房间，啾啾抱着迪奥纵身跳入火海之中，可迪奥一拳将啾啾打飞，他将拳头插入砖墙中，停止了下坠。但啾啾也没有放弃，他在下坠途中抓住了弯曲的钢枪，将钢枪扎进了墙砖上，借用这个力气飞上去。啾啾用皮带缠住迪奥的脚，把他拉了下来。
趁着迪奥来不及反应，啾啾拔出匕首，狠狠扎进迪奥的身体。最后，啾啾到底还是抱着迪奥掉入了火海。落地之前，啾啾特意调整了位置，女神像上的一根尖刺深深地扎进了迪奥的身体。迪奥的惨叫响彻天地间，渐渐再也没了声音。史比特正在院中哭泣，这时候啾啾居然从天而降，摔到他身边，他居然还有一口气在。史比特抱着啾啾痛哭失声。事后，啾啾的宅邸被烧成一片废墟。有人在废墟上翻找的时候，发现了那个鬼面具，他想将鬼面具捡起来，突然废墟中伸出一双手，那手迅速地夺取别人身上的精气为自己所用，一只怨毒的眼泛着赤红，恶狠狠地盯着外面。迪奥还没有死。